妈呀，我害怕！我去！少出门，少出门，少出门。湖北多地今天连发100多条天气预警，包括暴雨、高温、雷电、强对流。其中，湖北省恩施、宜昌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荆州、随州、孝感、襄阳、咸宁等多地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湖北宜昌秭归县发生洪涝灾害，夷陵区三峡人家风景区附近 G348国道发生山体滑坡。2月5日8时至6日8时，预计三峡库区、十堰、宜昌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高，恩施等区域也存在较高概率发生。别摔嘞！快了哟，我们都掺和哟！要叫我上，我就走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此时此刻，一场几十年罕见的特大暴雨正在疯狂围剿中国大陆三峡大坝的核心大本营。就在8月5号凌晨，湖北宜昌遭遇今年以来最猛烈的一轮极端暴雨，暴雨中心几乎压在三峡库区门口。大坝所在的夷陵区乐天溪镇累积雨量瞬间突破了200毫米，而距离三峡大坝上游仅仅2公里的库守第一县秭归县更是降下了每小时128毫米的恐怖暴雨。这场突发山洪直接点燃了当地的危机状态，道路迅速积水，山洪与泥石流风险同步升高，整个三峡库区一度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秭归县史无前例宣布启动5停措施，景区全面关闭，居民们紧急撤离。对很多当地人来说，这已不是一场普通暴雨，而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惊魂之夜。官方的报道依然在重复着老一套的温情救援，但这座号称万年防洪的神器，为什么连自己家门口的秭归都防不了？这也让外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三峡大坝身上。有点长不到的水噻，这些石门看着梦幻大天上那个在很的落。这个桥坡道都有点震动哎，快走，我都有点怕了。8月4日至5日，湖北宜昌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夷陵区、滇军区、远安县等多地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累计降雨量突破200毫米，其中夷陵区最大累计雨量达235.6毫米。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风险急剧升高。受强降雨影响，G348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莲坨段发生多处边坡坍塌，大量土石堆积路面，导致交通中断。三峡水运新通道在建项目全部停工，部分区域出现房屋进水、农田被淹等情况。同期，哎呀，死了！作为一个三峡人，我昨天是一夜没睡。人们喜欢经常刷抖音视频的人应该都晓得吧？昨天我们三峡那边都大黑了，我的个天呐，下了好大的雨啊！可能人们只看到最美公路 G348被封的路灯还是1米，到手塌方的。还有三峡人家景区暂时关闭了，三峡专用公路也临时封闭了，但是人们找不到我们住在三峡人家的那些人，
那是有好大好大的雨，好大好大的水源到处是山，还有那山下游玩的游客，在西门下的船上拍到啊，那山两边到处都是瀑布，他们惊呼，他们没有看到过。说实话，连我们这个本地人也没有见到过。要看懂这场大水，我们必须明白，秭归其实是三峡大坝唯一的首坡人。但这场暴雨告诉我们，防洪神器防的是下游的大城市，付出的却是上游首坡人的代价。当这场大暴雨砸下来，长江下游的武汉、南京面临巨大的防洪压力，大坝只能关小闸门，拦截洪峰，把长江干流的水位强行维持在高位。这一拦，大坝上游的水位被强行顶起。而这个时候，守在门口的秭归本地也在爆发局地山洪。县城里的雨水原本想赶快排进长江，但长江的水位被大坝拦截的比县城里的马桶还要高。这就像是你家马桶的下水道被外面的大洪水死死堵住了。秭归新城的山洪不仅排不出去，长江的黄泥水甚至还往县城里倒灌。这就是最残酷的真相。秭归被体制当成了抗下所有洪水的替罪羔羊和蓄水池。打起好了，那辆白车子从原本家二区一打那个路上，那没得用的那个车子，我的天老爷跑，我也吓踏了，我的个天老爷，哎呦，我的天老爷，车子也好多了嘞。你好，你每天都这么敬业吗？谢谢谢谢，下雨了下雨了。啊，三峡大坝下雨了，市里没有下了。谢谢，我不是在附近，那我们就2000多流量。小浪迪现在流量2000，小浪迪现在开始放了没？时来运转，现在有直播吗？小浪迪现在多少流量？开了几个口？长江大坝，今天想想，2个湖没有了。长江三峡上面的河道是不错，平湖千里，大船可以直到重庆。但是其中隐伏的灾害，许多下面的地势矮一点的城市都淹没了，从此没有了。而且天然的2条山林加的这川江里头许多是石灰岩，石灰岩见水慢慢溶的，他们那些石灰岩的一些潜伏在那的缝啊，在今天已经摆在水底下，等到不需要100年，这些石灰岩的缝打穿了，多少几千万吨的水从那个石灰岩里面渗透出去。我跟你讲，比大禹王治水的时候的大洪水还要可怕。那么说这个悲剧要是今天不警觉怎么办？这个是我常常写的这本小史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个感受。这感受我希望我不会看见，我希望我们可以改正，拿这个长江水坝从高坝变成阶级坝，一路阶级地下来，这个就改好很多。打翻一个阶级坝，不会那么多洪水泛滥全国。我一个中国人，虽然离开中国了，那个是我的祖国，那里的老百姓是活人，危机早知道
可以改正，可以补救，可以减少。面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很多观众希望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提升体力和睡眠品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健康心得。来自台湾的伟哲在7月27号反馈，他吃了玄宝黑参后，感觉对降血压、提升睡眠品质帮助很大，也可提升体力，消除偏头痛。他将黑参根切成一块一块食用，外出旅行非常方便，也可泡热开水饮用。黑参叶早起直接服用，精神100倍。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玄宝黑参赞助，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接下来我们回到三峡移民和库区的故事。今天被洪水包围的毛坪镇本身就是三峡移民工程的新城。1990年代，为了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和蓄水，拥有1000年历史的贵州古城整体搬迁，最终沉入江底。如今那座古镇只能躺在三峡移民博物馆的水下展厅里，沉没在江底。在湖北西部的长江底下，沉睡着一座老城，它就是宜昌市的秭归老县城，也被称为贵州古镇。这里是屈原故乡，曾住有3万多人。90年代因三峡大坝修建需要，当地居民陆续搬走，贵州古镇也因此成为了一座空城。2003年，长江水位线涨到了135米，古镇逐渐沉没，成为了一段回不去的历史。但这些都是油菜了，以前都是鬼子哦，全被淹掉了。那个鬼子人家可以我去过的，他那还没到位嘛，水没到位。啊，那个痕迹嘛，会不会想起这个老县城？那肯定啊，我们原来那个在那个反正您现在住在那边？我那边那边老县城很那个啊，学生安全了啊。沿着爷爷指的方向，我们扎进高涨的江水之下，潜入那沉睡着的古镇，无数人的家。这里是秭归县城的三峡移民博物馆，通过模型还原了那沉睡在长江底下的老县城。熟悉的街道与屋楼，但曾经的打铁声、吆喝声，被江水卷进漩涡，烂成青苔。当年为了建三峡大坝，中共在库区强行淹没了4省19县城，逼迫113万人背井离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老百姓付出了断绝祖宗根基的代价，成就了这座超级工程，但他们依然逃不出被大坝绑架的宿命。大坝万年防洪的宣传神话，在秭归街头的洪水中不攻自破。这个高悬在全中国人头顶上的高位水桶，究竟还能挺多久？而生活在库区的人们承担了超出常人的风险，这些问题或许比洪水本身更值得深思。这里是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